很多人对新加坡的第一印象就是审批流程太慢，无论是办理建筑项目的资质，还是投资商业类的计划，似乎所有步骤都需要逐级推进，还得准备详尽的材料，有时候甚至会因为一点小错误被打回重做。有人因此质疑，新加坡这样的慢审批真的高效率吗？可事实是，如果你真的操作过一个跨国项目，尝试在新加坡营商，或者对比过不同国家的审批系统，你会发现新加坡的项目推进整体周期往往比那些号称审批快的国家还要短，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直觉现象。为什么慢审批反而能够让项目运转更快？这个问题可能会挑战我们对效率的传统认知，而真正的答案就藏在新加坡慢系统的独特设计背后。新加坡的慢审批并不是真的把时间浪费在拖延或形式主义上，而是它将大量时间花在了最关键的环节——前置审查。和很多国家边审批边摸索规则的流程不同，新加坡选择了把所有的潜在风险、合规事项、不确定性通通放到事情开始之前就解决掉。举个例子，在新加坡，审批过程的核心是被反复追问清楚几件事情：风险有没有全面量化，合规是不是一次性做到位，甚至包括未来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比如5到10年后政策变动的影响。表面上看，这种前置审查的密度很高，需要的准备工作也很多，可能让人觉得执行周期很长，但相信你已经能隐约看到一些不同寻常的逻辑，它其实是在用前期的谨慎换取长期实施的稳定。等你越过了那道看似漫长的关卡后，后续流程几乎不再有意外或阻碍。这就是新加坡慢系统的第一层真相，用时间换时间，把未来可能付出的代价和风险成本一次性算掉。审批慢其实是对未来负责，是对效率的更深层次理解。要想更直观地理解新加坡慢系统背后的真正效率，我们可以从一个普通人更容易接触到的领域——建筑项目审批入手。在新加坡，任何建筑项目在启动前期都会经历一段相对较长的规划审批时间，从用地规划到建筑安全标准，从环保准则到成本预估，多部门会在最初阶段密集参与审查。这对比起许多国家初期随意批中间频繁改的做法，确实显得更慢一些。然而，一旦项目通过审批进入实际施工阶段，新加坡的项目进展往往显得异常顺畅，不仅停工问题极少发生，延期与超预算的问题更是在全球城市中有着极低的比例。而反观那些审批快的国家，情况往往截然相反。由于缺乏完善的前期审查机制，看似快速推动的建筑项目，在后期施工中却频繁遭遇返工、法规变更，甚至长期停摆的问题。这不仅导致巨大的成本浪费，也拖累了社会整体基础设施的推进。这种糊涂账不仅体现在开发商的账面上，有时更会落在普通纳税人的头上，成为所有人的成本分担。所以，看似前期慢的过程，其实是在替后续节约成本、规避风险。用一句话来总结，慢审批是一次性把问题解决，留下最少的麻烦，用稳定换取真正的长久效益。新加坡的慢系统不仅保障了治理能力，也是一项普惠性极强的设计，其受益者涵盖普通居民、中小企业和外来投资者。对于普通居民而言，这套系统带来了更稳定的基础设施和可预期的交付时间，几乎不必担心烂尾工程或反复施工。同时，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提高，也让税金得到了更合理的分配。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虽然审批门槛严格，但通过后能享受规则清晰稳定的环境，没有政策随意变动的担忧，企业可以专注业务发展。如新加坡人所说，在这里最怕的不是被拒，而是规则不清。外来投资者则因为政策的长期稳定，被吸引到这个市场。虽然初期成本较高，但稳定的预期带来长期收益。新加坡因此成为全球营商环境的标杆。新加坡的慢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协调政府、企业与个人利益的机制，从制度层面实现了多方利益的长期优化。慢系统的逻辑不仅适用于基建或商业审批，在金融监管中，它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许多人说新加坡的金融监管严谨，审查过程漫长，甚至有些保守，但这正是新加坡金融行业韧性强的核心原因。新加坡不相信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而是选择在最早期阶段就把底线划清，把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核查到位。比如，为什么新加坡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特别亮眼？正是事前防控这道制度屏障的作用，有别于一些国家危机爆发后补漏洞、出台政策救场的被动策略。新加坡在一开始就控制好风险，几乎不存在惊慌失措的应急调整需求。新加坡的逻辑就是一个全局性考量，慢不意味着拖延，而是清楚地知道如何正确的启动，用更少的事后治理成本换取长期稳健的社会系统。新加坡的审批系统虽然看似慢，但本质是把隐藏风险前置，所有问题在开始前就彻底解决。与其追求最快的开始，不如追求最少失误的全过程。正是这种逻辑，让新加坡从制度层面实现了对效率的更高层次理解。
慢审批不是低效，而是长远规划，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提前消化。真正的效率不是看表面速度，而是看能避免多少弯路，减少多少失误。新加坡的慢系统正以极高的稳定性保证了项目推进的流畅和社会运转的持久高效，也正因此它能在全球竞争中始终处于领先。新加坡模式证明了慢不等于拖延，而是智慧的选择，少走弯路才能走得更远。或许这种慢就是快的逻辑，才是其他国家和社会真正值得学习之处。如果你也认同这一理念，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多深度解读内容。我们下一期再见。